生命灵数最疯狂的流年舞，逼得你必须改变自己才能融入，可能是变可爱、变年轻、变帅、变漂亮，但也可能是变懂事、变老成、变成熟，就看你遇到怎样的环境，有怎样的阻碍。这种我变的情况，可以让你不停改变，一变再一变。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拿回你的人生主导权。知道灵数相处很简单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小铃铛。频道升级啦！喵喵大师感谢大家的支持，频道现在开放会员功能和超级感谢功能啦！欢迎加入灵数探险团，每月有会员锦囊哦。根据灵数动力系统给你趋吉避凶的提示，请支持喵喵大师给地球玩家灵数人生攻略，让我们一起成长，一起体验一帆风顺。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你会越来越好命的哟！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喵喵大师，今天来说生命灵数最疯狂的流年舞。热闹好玩，眼花缭乱，每天都有新鲜事，像逛市集一样，什么新奇好玩的都有。你觉得很怀疑吗？代表你还很年轻，还没被真正的流年舞吸引、诱惑、试炼过。就算你还没遇过，但应该听说过，有人从小是乖乖牌，认识了一些新朋友后，打扮、穿着、讲话的方式全部都大转变，让人完全认不出来，可能是惊喜，也可能是惊吓。例如变成玩咖、夜店咖，因为反差太大了，会让人忍不住怀疑是遇到了什么刺激吗？那是因为你不知道流年舞的真正意义是什么。用生命灵数看流年舞是喵喵大师的独门绝技。如果觉得今天的节目有点难，可以参考以前的节目，流年1到9里面有基本的说明。今天这集真的很难得，讲流年舞是什么，赶快收藏起来，随时复习，还能分享好友哦。如果你没算过生命灵数，怕不小心算错，或解读没把握，想知道自己的流年是多少，就让喵喵大师帮你算，来帮你咯。按资讯栏连结就可以，很简单的。更新版还有专属你的流年解说哦。有喵喵大师帮你算的同学，请对号入座。就让我们从流年舞开始慢慢说吧。首先来解释流年的概念，最浅白的说法是，它就像游戏的关卡，欢迎你进来冒险。既然是冒险，就会有风险，因此你必须看起来不是个弱咖，但能不能逢凶化吉，就要看真正的实力。这应该是游戏玩家都有的基本概念，对吧？因此，每当你的生命灵数流年刚好是5的时候，就代表你进入了名为流年5的关卡，而且你有1年的时间可以慢慢破关。今天会用新手面向出发，给大家提示你可能会遇到哪些情形，怎么面对，或是用这集节目的内容回想之前的流年5自己是怎么度过的，开什么眼界。通常在你进入流年5之前就会有迹象了，也许是有调动，甚至是邀请的机会出现。通常在前年底就会知道可能会有转变发生。一旦身为主角的你进入流年5，所有的关卡就会触发，为你打开接二连三的改变。让我们用一个好懂的例子来解释，例如你在一家著名的连锁店工作，从业绩促销到后台的管理、货品上架，所有的事情都非常熟练，你也能轻松的处理，让大家觉得你很可靠。只要店长不在的时候，你就会被大家依赖。这个印象连新进来的同事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，也会问你的意见。你的口碑渐渐的在同事间传开了。有一天，你的店长私下问你，愿不愿意去另一间分店支援1个半月？那间店是交通方便的店，生意非常好，因为资深的人要请长假，其他的都是新人，只剩店长会忙不过来，怕新人乱成一团，需要有经验的人帮忙安定团队。因为你的表现很好，也有业绩能力，要不要去挑战看看，把整间店带起来？反正只有1个月的时间啦，结束就可以回来了。你感觉受宠若惊，这等于有2位店长都认同你的实力，才会想要借调你哦。你决定去挑战看看，看自己的实力到哪里。调任2天后，你就了解大概的情况了。但和原来的店相比，这里的店员都很年轻，因为经验不足，还会害羞，遇到问题时甚至不敢问你，只好排队问店长。这让你感觉到挫败，但你不灰心，决定要想办法拉近彼此的距离。你和店长讨论后，决定用同事的生日，下班后大家到 KTV 办一场庆生会。这个策略果然奏效，唱完生日快乐之后，大家一起吃吃喝喝，慢慢和你变得熟悉了。接着有人点歌想和你一起唱，你突然发现自己跟不上最新的流行，于是你开玩笑的说自己帮忙伴舞好了。
这让大家都笑了出来，才发现你原来很好相处，之前的担心和顾虑完全是多余的。在这之后，你为了拉近和所有人的距离，你开始听大家喜欢的偶像歌曲，还学着唱，请年轻的店员教你大家现在都流行什么，从穿着、包包、鞋子、交友、游戏都可以聊，然后你跟着大家去买东西、吃东西，还有下班后每个人在追的剧有哪几部，可以说无话不聊，大家开始对你敞开心胸，甚至还给你很多变年轻、变好看的建议。你真的换了发型，穿着也变得有型了。大家发现你是真的接纳每个人之后，更愿意和你互动了。工作上也是这样，遇到问题时会主动请你协助，也接受你的建议，让你很开心，不再是躲远远的等店长有空再说。因为大家的关系不同了，变熟悉了，整个运作流程也顺畅了，店里的气氛变得活络起来，连客人也有感觉，生意当然很好啊。时间过得很快，1个半月过去了，借调结束，你回到本来的店里上班，所有人看到你都吓一大跳，差点认不出来，还以为是客人，因为你的发型、服装、包包、鞋子几乎都换了，而且变得年轻有型，朝气蓬勃，让大家忍不住问你，还要你老实说是不是恋爱了才会突然变化这么大，很难相信你只是和年轻店员混熟了而已。这就是流年5疯狂变化力，可能是变可爱、变年轻、变帅、变漂亮，但也可能是变懂事、变老成、变成熟，就看你遇到怎样的环境，有怎样的阻碍。这时你会发现，硬碰硬是完全无效的，逼得你必须改变自己才能融入，而且是只要你想变，就有办法变过去。既然今天讲的是流年5的疯狂，就让我们说仔细讲明白。记得前面说过，流年是为期1年的关卡吗？没错，这种我变的情况，可以让你不停改变，一变再一变，因为你挑战的时间有整整1年哦。是不是想到这里就快要傻眼了？到底自己要变成什么，变到什么程度才好？这就要看你当时的主题数，才知道你的方向在哪里。目前无法得知，要用喵喵大师帮你算才知道。需要主题数的话，按资讯栏连结就有哦。让我们继续回到流年5的关卡。为什么不能潇洒做自己？难不成是隐藏宝物吗？没错，你猜对了，但你一定觉得很吃力，要练习1整年才拿得到。当然是很厉害的宝物，只要破关的人就会给人左右逢源的感觉。但现在的你可能给自己和身边的人很多规则，像是当主管的人就该有怎样的气魄，当下属的人就该怎样的应对进退，立下这样的框框，结果只会逼到自己哦。重点来了，新手的你在没有攻略提示的情况下，肯定会被流年5弄到坐立难安。只要你看了今天的节目，就不用担心，至少你知道宝物就在自己身上，不用往外找啊，会比没有方向的胡乱猜测强上好几倍。这是喵喵大师的独门绝技，听到赚到。流年5就是要让你自由自在、轻松展现自己，才会有这样的场景、成员还有情况发生。首先，让你清楚的发现、体验到有哪些部分自己和别人完全不一样，哪些部分是可以轻松的和别人交流。从这一小步开始，逐渐增加与新朋友的互动。必要时透过阅读学习，提升自己的交友能力。最关键的来了，请保持开放的心态，练习尊重不同观点，以开放的心态和人交流。因为你的规则和框架并没有说明书，新朋友肯定是完全不知道也不了解的。如果你没有保持开放的心态来彼此互动，你会不自觉的在心里对新朋友开始评分。这时候你散发的威严感、挑剔感肯定会让对方越来越紧张，甚至和你敌对。接下来你们的互动就会充满困难和障碍。这时候往往说什么做什么都是错的，该怎么办才好？请先放松自己的肩膀、脖子。你是来交朋友的，不是来当评审的。从头到尾尽量保持微笑，就是第一步。当微笑帮你破冰之后，才有下一步。接着就是了解对方怎么会这么做呢？千万不要问为什么哦，你会变回评审的，还记得吗？你和对方是刚认识的新朋友哦。在你可接受的范围内，请试着和对方做一样的事，让对方教你诀窍就好。接下来换你试试看，不用假装很开心，假假的感觉反而会扣分。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建立友谊，放下身份、年龄和像朋友一样互动就对了。有趣的来了，对1到9号人来说，
自由自在的看法、想法是完全不同的，但一样的是，你要先让自己练习自在。因此，流年5破关的方法，旁人只能帮你一点点。要是你想装酷摆姿态一整年也是可以的啦，毕竟这是现在的你认为最棒的办法了。但是，喵喵大师要提醒你一件事：9年后的流年5会从卡卡状态再来一次哦，请认真想想，你的不自在可以撑多久呢？喵喵大师希望你拥抱生命灵数的特质，认识自己的生日、灵数、剧本数、主题数、面具数、有数、缺数、流年。让数字的能量成为你自由自在的助力，选择自己会的、能驾驭的部分来进行，累积有效的努力，成果才看得见。只要方法对了，你的一切就会越来越好。欢迎大家留言，你认为的自由是什么呢？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你会越来越自在的哟。如果你觉得喵喵大师的灵数2.0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有帮助，就欢迎订阅、追踪并分享给他们哦。我是喵喵大师，下次再聊喽。